贵族公主每晚都以折磨兽夫为乐，不是对妖媚胡兽玩小皮鞭或滴蜡，就是把血族老公拴在床上做护垫。兽夫们终于在她的折磨下漆漆黑化，在对抗过程中不顾契约压制将她干掉。而与此同时，在末世中被炸死的夏瑶刚好穿越到这具身体里，她一睁开眼就看见一个男人跪在她面前，季寒身体不适，无法服侍妻主，求妻主责罚。妻主，夏瑶皱了皱眉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就在这时，她脑袋一疼，紧接着一段不属于她的记忆涌入脑海。看完记忆，夏瑶瞬间有种吃屎的感觉，她这是穿越到兽世大陆了。而原主本是家世显赫的皇城贵族继承人，可父亲死后，他却被人陷害流放，在流放过程中又被人下了毒。好在兽夫们救了他，但等来到北罗部落后，原主因受不了这里的环境，便不断鞭打虐待这5个兽夫，导致兽夫们都恨极了他。接收完记忆的夏瑶揉了揉眉心，你先起来吧。但他发现自己说完这句话后，萧季寒周身的寒气更浓了。按照惯例，夏瑶越是好说话的时候，就越会疯狂虐待他们，甚至会牵连无辜的人，都是季寒的错。季寒不该推妻主，若是妻主对季寒不满，可以休了季寒。还没等夏瑶再说话，一个穿着火红色兽皮、长相魅惑妖娆的男子走了进来。妻主既然要休，不如把我也休了。看妻主最近打我们也打烦了，凛夜都心疼妻主打疼了手。夏瑶看着花凛夜的反应，才从自己穿越的事实中回过神来。他恨不能马上写休书解除关系，但他感受了下自己的木系异能，发现异能只有微弱的一点。这里是北罗部落，环境严寒，随时都有危险，更何况他在兽皇城还有仇人，仇人随时都会派人来杀他。眼下他实力不足，还需要兽夫保护。在兽世大陆，雌兽少雄兽多，雌兽天生柔弱，没有任何异能，一般都会取好几个兽夫保护自己。不过兽世大陆原始森林多，灵气充沛，比末世环境好太多了。在这里修炼提升木系异能应该很快，待他异能提升后便不需要他们了。想到这，夏瑶淡淡开口，不必着急，3个月内你们若是保护我不受伤害，我便放你们离开，到时我会给你们休书。听到夏瑶这话，花凛夜和萧季寒都愣住了，他真的会答应，还是故意敷衍他们的权宜之计？他们根本不相信夏瑶会如此好心。而就在这时，外面传来林琴的叫喊声，不好了，大妹子，你快过来看看，你的兽夫被魔兽袭击，受了重伤，快不行了。听到声音，夏瑶一下子想到他如今还有3个兽夫，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受伤了。他顾不得消化脑海里的消息，直接走出石屋。待来到院子里时，就看到几个人将一条昏迷的蛇抬了进来。它身形巨大，是极为漂亮的青竹蛇，但它身上的伤口很深，还在不断流血。林琴看着温南希的样子叹息，大妹子啊，你这兽夫受了极重的伤，都维持不住人形了。萧季寒和花凛夜也赶忙出来了。当看到温南希的样子时，他们都有一种无力的麻木感，或许他们以后也会无声无息的死在这里。夏瑶没想到是蛇兽夫温南希，他能感受到温南希身上的气息极为虚弱，眼看着确实快不行了。此时夏瑶也顾不得别的，赶忙上前将手放在温南希的头上。谁知花凛夜却脸色大变，你要做什么？他都要死了还不放过他吗？萧季寒也是神色暗沉，他难道连一点时间都不等，想直接害死温南希？夏瑶没工夫搭理他们，他正用微弱的木系异能治疗温南希的伤势，旁边还在遗憾可惜的林琴。突然注意到温南希的伤势愈合了一些，他震惊地看着夏瑶手上的光芒，大妹子，你竟然有异能，能治疗伤势，你这厉害了。而夏瑶用木系异能为温南希疗伤时，意识仿佛进到了他的识海里，看到了竹林中一条巨大的青竹蛇正盘旋在一根粗长的竹子上。他平静地看着夏瑶，妻主，哪怕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他的声音依然很温和。夏瑶走过去，伸手要触碰他的身体，温南希轻轻颤了一下，但却没有拒绝也没有阻拦。夏瑶不知为何心中一软，将手落在他身上，放心，你伤势会恢复，你不会有事。夏瑶说着，手中持续释放木系异能，绿色光芒将温南希周身包裹，身上的伤口都在缓缓愈合。他露出惊讶的神色，夏瑶竟然有异能，而且还是传说中的治疗系异能。温南希轻声开口，辛苦妻主为南希疗伤，不必谢，这本也是我应该做的事。根据前身的记忆，他知道在兽世大陆，雌性娶了兽夫，兽夫有义务照顾妻主，护着妻主，当然妻主也有义务为兽夫疗伤，安抚他们的精神海，稳定他们的异能力量。当然前身从来没做过这些，主要是他的兽夫们都不愿意让他碰。过了许久之后，温南希的伤势恢复的差不多了，夏瑶这才停下动作。他消耗木系异能过重，一下子晕了过去。晕过去的瞬间，温南希从蛇身化为人形，将他抱在怀里。妻主，萧季寒和花凛夜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，他竟然觉醒了异能，还是治疗异能，若非亲眼所见，我都不相信。在兽皇城的时候，大家都说他是废物，估计也不会想到他还有异能，没听说过有雌兽能觉醒异能。他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，无论如何，他愿意用异能治疗温南希，这是好的变化。但他俩神色还是有些凝重。温南希受伤回来，家里也没有食物了，明天一早我去打猎，我也去，让温南希在家里好好休息，顺便保护他。他们5个兽夫还需要依靠夏瑶生活，不能让他出事。一旦夏瑶在流放部落死去，他们也要陪葬。不过如今也只有他们3个还在照顾夏瑶，另外2个经常不回来。夏瑶再次醒来时是第2天早晨了，屋内没有任何人。他起床洗漱，从房间里出来，就看到在院子里劈柴的男子。温南希似听到声音，转头看向夏瑶，妻主醒了。夏瑶点点头，他其实不太习惯跟兽夫相处，但在兽世大陆，他暂时还需要兽夫们保护。温南希放下手里的木柴，去厨房拿了2个红果和鸟蛋递给夏瑶。如今家里只有这点食物，委屈妻主了。今日一早，萧季寒和花凛夜去狩猎了，应该会打到食物。昨天他本该狩猎打到食物的，但因为受伤导致今日食物没了着落，现在只能指望萧季寒和花凛夜了。夏瑶知道北罗部落环境严酷，要弄到食物不容易，哪怕5个兽夫有3阶实力，但周围森林里也都充满着各种危险，大家经常饥一顿饱一顿，流放部落经常死人，不是被野兽魔兽杀死，就是饿死病死。夏瑶开口，没事，我来烧火做饭。在兽世大陆，很多偏僻落后的村落都生吃野兽肉，但前身从小在兽皇城长大，
那里有一定的文明文化，大家习惯煮熟了吃食物，所以兽夫们也经常砍些柴火回来烧火用。温南希主动过去帮忙，同时用探究的眼神看了一眼夏瑶。夏瑶用鸟蛋和西红柿做了西红柿鸟蛋汤，好在家里有兑换的盐。做好后，他给了温南希一碗。温南希从未见过这样的食物，更别说这样的做法了。这2个红果，你们之前是在哪发现的？有了西红柿，它就可以做很多食物，甚至都可以用西红柿做一些番茄酱到城池那边售卖。眼下他们家这个条件总要改善一下，不能光靠狩猎生活。温南希温声解释，是在古木森林里找到的。夏瑶神色一动，那吃完饭你能陪我去一趟吗？温南希眸光颤动，好，这是他第一次说要去森林里。夏瑶看着温南希没动勺子，便催促道，快趁热吃吧，我吃不了这么多，不吃的话就浪费了，顺便帮忙尝一尝我的厨艺。见温南希还没有动，夏瑶突然想到昨天就是他给萧继寒的食物里下药，想趁着药性让2个人发生实质关系，也怪不得如今温南希不敢吃他给的食物。他嘴角僵硬的动了动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对你们没有任何心思，食物里没下药。听完这句话，温南希当即拿起勺子尝了一口，顿时露出惊讶的神色。夏瑶见此心中暗笑，他如今身边5个兽夫，2个说是外出狩猎兑换食物，但经常消失不见，只有3个经常出现在他面前。这3个里面也就只有温南希对他态度好一些，不会那么排斥他靠近，所以去山林的话只能叫上温南希。他还是深谙一个道理，想让马儿跑，总要让马儿吃饱。吃过早饭后，温南希幻化出本体蛇身，请妻主上来。夏瑶知道温南希要驮着他去山林，便直接坐上了温南希的蛇身。温南希则带着他往森林里而去。从部落里经过的时候，他看到很多山洞和很多食物，有的雌兽坐在门口晒太阳说着话，一副懒洋洋的样子。但大家看到夏瑶时，一个个都露出惊讶的神色。不是吧，夏瑶竟然出门了？他不是最讨厌蛇兽吗？夏瑶听着大家的讨论声也没去管。出了部落后，温南希便加快速度带来到那片红果的地方。他快速将夏瑶放下，然后画出人形，这些便是那些红果。夏瑶看到这么多西红柿，眼睛一亮，只是目前没有工具，根本没法装这么多红果子。他在末世有空间，但眼下他并没有感觉到空间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穿越的原因消失了，还是说需要特定的时间契机才能觉醒。他只能在周围找了一些藤条，然后开始编织背篓和篮子。温南希看着夏瑶的动作，温声询问：妻主这是在编东西吗？编织背篓和篮子装这些红果，你要是觉得无聊，可以在周围转一转，不过我要是遇到危险的话，可能要喊你过来保护我。温南希点了点头，家里没有食物，他在周围看看，或许能猎到一些野兽做食物。温南希离开后，夏瑶便采摘西红柿往篮子里装，正忙活时，突然间一道危险的气息传来，他回头一看，就看到了一头巨大的野猪。夏瑶大喊一声温南希，喊叫的同时，他一跃而起，快速爬上了旁边的树木。待温南希赶到时，眼中露出惊异的神色。他记得夏瑶从来不会爬树，但没来得及细想，他便跟那头野猪对战起来。只见他手中的古刀飞速旋转，片刻功夫便将野猪头颅砍下。夏瑶看着这一幕，眼眸睁大，前身一点异能都没有，到底是怎么敢招惹这些兽夫的？还一个个那样疯狂虐待，就不怕他们受不了杀了他吗？虽然他是妻主，若是杀了他也要陪葬，可总有一些弄死人的秘法，让人神不知鬼不觉的死去吧。想到记忆里前身解除关系的那5个兽夫，一个个恨不能弄死他的眼神，夏瑶都有些欲哭无泪。妻主，温南希见他一直没反应，便直接跳到了树上。听到声音的夏瑶一下子回神，本能的想避开，可这是树上。夏瑶往后一退，整个人直接从树上掉了下去。温南希纵身跳下，在半空中接住了夏瑶。妻主没事吧？夏瑶此时被温南希抱着，都能闻到他身上清雅好闻的气息，但想到他刚刚杀野兽的样子，想到前身虐待他的样子，身体不由自主的僵硬起来。那个，我没事，你放开我就好。夏瑶说着这番话，也没敢去碰触温南希，这一个个的都厌恶他的碰触，还是不要碰触招惹为妙。在末世里互相残杀的情况太多了，夏瑶本能的自我保护。温南希低头看着怀中的夏瑶，这是第一次抱他，怀中的人没有任何惊喜，反而神色警惕，和往常那样偏执疯狂的眼神不同。温南希神色暗了暗，妻主，你这是怕我？夏瑶咬了咬唇瓣，没有，怎么会呢？说着他抬头去看温南希，却一下对上了他眼底的暗色。夏瑶突然间觉得自己可能对这个温柔的兽夫一点都不了解，这时的他看着极为危险。夏瑶挣扎一下想下来，可温南希就是抱着他没放开。妻主以前会喜欢我这样抱着你？夏瑶睫毛一颤，我这不想改过自新吗？他本能的感觉温南希有些怀疑，还想说些什么时，脑海里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：宿主，我总算是醒了。夏瑶听到系统的声音，用意念跟他沟通，你没事便好。那我空间里囤积的东西是不是也在？他从出生起，空间系统就跟着他了，在末世他能轻松囤积物资，觉醒亦能活下来，都有空间系统的帮助。系统轻声解释道：宿主，末世时你亦能升级渡劫后穿越到这个世界，我也跟着受伤了，现在空间权限受限，那些物资只有在升级后才能一点点打开。夏瑶跟空间系统沟通了一番后回过神来，这回温南希也把他放下来了，只是目光一直带着探究。夏瑶赶忙来到那个野兽面前，这个野兽肉能吃吗？温南希摇了摇头，不能吃，它是变异兽。夏瑶知道这片山林里野兽众多，但也有变异兽，变异兽身上有毒不能吃。见此，夏瑶便不再管那头死去的野兽，继续认真采摘西红柿。温南希没再说别的，主动上去帮忙，很快背篓里便装满了西红柿。就在夏瑶还想再找点别的食物时，空间系统突然兴奋道：宿主，我现在能检测到方圆100米的东西，前方100米草丛地下有红薯。夏瑶听见系统的话，神色一动，红薯啊，有了红薯，今天就不用饿肚子了。他可没指望那2个兽夫会给他弄食物。夏瑶来到系统说的地方，扒开草丛看到了红薯叶子。温南希没再去远处，而是跟在他身边保护。看着夏瑶在地上采摘了一些草，他都愣了一下。这些是？夏瑶解释道：这些是红薯叶子，可以做很多食物。但想到这个世界对食物的认知，他又开口道：相信我，这些可不是草。根据前身的记忆，这个兽是大
大陆并不知道红薯这种食物，所有人吃的几乎都是地面上的东西。夏瑶眨巴着眼睛看向温南希，温南希，你能不能帮我挖一下这地底下？温南希听着他轻软的音调，神色微动。以前夏瑶都是命令他们做事，从来不会好声跟他们说话，更别说这样放软语调了。好，温南希把异能涌入手中的骨刀向下刺去，一个用力，地面直接出现了一个漩涡大坑。夏瑶赶忙阻止，别这么用力，下面是食物。温南希动作顿了一下，地面下一个个红块是食物，在他们的认知中，食物都是长在地面上的。他看向夏瑶认真的神色，还是放轻力度挖土，然后弄干净放在篮子里。夏瑶看着这些红薯，眼角带笑，谢谢。温南希愣了一下，这本就是我应该做的事，一个背篓一个篮子根本不够装这些食物，好在夏瑶有空间，他直接将红薯装进了空间里。温南希看着地上很多东西凭空消失了，他似意识到什么，饶是在镇定的一个人，此时也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。空间，夏瑶点了点头，我也有空间异能，要想在流放部落好好生活，空间很重要，出门狩猎采摘食物都可以用空间储存东西，所以他也没打算隐瞒，而且展现出自己的异能，也能让兽夫们有所顾虑和忌惮，别天天心中想着如何杀他报复他。听到夏瑶肯定的话，温南希心中掀起巨浪，他不但有治疗异能，还拥有空间异能，兽氏大陆极少有人能觉醒空间异能，治疗异能更为罕见，他也从未听过还有双异能的。七主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，我说了，我想改过自新，也想好好生活，待3个月后就放你们自由，所以别急着对付我杀我，3个月后你们就自由了。温南希倒是没再说什么，又采摘了一会后见天色不早了，他们便准备先回去了。回去时温南希再次幻化出蛇身来，夏瑶规规矩矩坐在上面，没敢乱动，更没敢乱抱，可温南希却急速飞驰，夏瑶都没坐稳，差点掉下去，还是温南希用尾巴轻轻拖住他。七主可以抱紧我，抱紧吗？他不是不喜欢自己的靠近和抱住吗？来的时候夏瑶还记得抱住温南希的一瞬间，他蛇身僵硬的恨不能把自己甩下去。